我的妹妹很聪明，是妈妈一生的骄傲。小时候家里穷，粮食不够吃，她半夜用枕头捂死了奶奶，这下粮食够吃了。上学时她是第2名，就设计还第1名，断掉了6根手指。她看着光荣榜，悠悠地告诉我，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。高考结束后，她抢了我的资助名额，又点燃了家里的窗帘。大火烧了3个小时，她如愿成为孤儿，被好心的资助人收养。只是她不知道，资助人只喜欢身体有残疾的孩子。她家的地下室里堆满了没有手脚的孩子。我妈妈是个生物学博士，长得又高又白，却嫁到了我们这个山沟沟，不到2年就生下了我。但妈妈很不喜欢我，我以为是妈妈嫌弃我笨，因为我都7岁了，还是不会妈妈教我的瑞典语，也做不出妈妈给我出的导数题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妈妈就会用一种看垃圾的目光看我，将我的作业本撕个粉碎，把碎纸塞到我嘴里，逼我吃下去。她还会扯着我的头发，一边扇我耳光，一边歇斯底里地大骂我是失败品，是蠢货。被妈妈惩罚过后，我身上没有一处是不疼的。奶奶偶尔会塞给我1-2颗糖，掐着我的脸，告诉我，谁叫你是女孩，女孩都是赔钱货，打死了往猪圈里一扔就行了。你好好听你妈的话，少挨点打，争取活到明年开春。我点点头，原来妈妈是因为我不是男孩才讨厌我的。我努力活到了开春，妈妈怀孕了。奶奶摸着我妈的肚子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她觉得我妈这一胎一定是男孩。妈妈脸上没有笑，还是不开心的模样。我讨好的凑到我妈跟前，冲她傻笑，妈妈你肚子里的一定是男孩，你别不高兴了。妈妈脸上立马浮现出厌恶的表情，一把把我推倒在地，你个蠢猪，你懂什么？她说完就回房了，直到深夜她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我知道妈妈肯定还在看那些我看不懂的深奥的书。自从妈妈怀孕，饭桌上每顿都会有荤菜，奶奶还会把我妈不喝的红糖水给我喝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8个月，我妈生了，还是个女孩。奶奶在我妈房间骂了2个小时，说可惜了那些肉菜。妈妈躺在床上，浑身都是血，我怕妈妈死了，跑到镇上去请医生。路过邻居家时，我听到了他们家传来的哀嚎声。你是老子花了2万块钱买来的，还敢跑，腿都给你打断。新媳妇打几顿就老实了。这是六叔在教训新买来的老婆。我渐渐放缓了脚步，突然想到，妈妈会不会也是买来的？毕竟她和这个穷山沟是那么格格不入。因为她是买来的，所以她才不喜欢我。我仔细一想，觉得很合情合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有了个小目标。医生来了我家，妈妈和妹妹都活下来了。不到1岁，妹妹就会说话了，她的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皙，像动画片里的小天使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奶奶都会骂妈妈，你赔钱货生那么多，也好意思上桌吃饭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妹妹能听懂奶奶说的话，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恨意。再一转眼，妹妹的脸上只剩天真和可爱。也许是我想多了，她伸手去要奶奶抱。也许是妹妹的样子太过可爱，奶奶虽然骂了几句，还是把手伸了过去。等到奶奶完全靠近妹妹时，妹妹突然抓起桌子上的一根筷子，朝奶奶的眼睛插去。奶奶疼得大叫起来。妹妹在婴儿车里拍着手，咯咯地笑个不停。妈妈放下了碗筷，看妹妹的眼神变了。自从有了妹妹，妈妈的重心就完全放在她身上了，也不再逼我学习。妹妹很聪明，妈妈教的知识她全部都能学得懂。妈妈脸上的笑容多了很多，家里的家务活都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去鸡舍抓了一只鸡，将刀一把插进了鸡肚子里，鸡扑腾起来。我没注意到妹妹站在我旁边，血溅了她一身。妹战怔怔地抬起手臂去闻衣服上的血迹，眼里跃动着兴奋的光。你在干什么？杀鸡。晚上的菜不够了，我能试试吗？当然了。我握着妹妹的手，教她如何把还在动弹的鸡开膛破肚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妹妹站在一旁没再说话。我想让妹妹把衣服脱下，我帮她洗了，她却直接转身跑了。直到天黑她才回来，一回来就摸去了厨房。吃完饭后，又过了2个小时，我看见妹妹去了奶奶房间，爸爸在摇椅上睡得像死猪。我赶紧跑到了妈妈房间，握住她的手，妈妈快跑吧，现在没有人管着你了。妈妈皱起眉，甩开了我的手去找妹妹。妹妹站在奶奶的房间，戴着手套的双手拿着枕头。床上的奶奶已经没气了，她扬起唇角，告诉妈妈，你不是说今年的收成不好，粮食都不够吃了吗？她转动眼珠，视线落到奶奶身上，现在够吃了，3个面包如何平均分给4个人，杀掉1个就可以了。妈妈突然笑了，她冲上前去抱住妹妹，在妹妹的额头上亲了好几口。第2天奶奶的尸体就火化了。来我家吊唁的人很少，我爸精神有点不正常，是个傻子，奶奶的丧事就全交给了我妈。给奶奶办完丧事后，为了妹妹能有更好的教育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市区。我们租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，我和妹妹也转到了市区上学。妹妹很努力，天赋也很好，但第1次成绩下来后，她还是没有得第1。第1名是她同桌，她是第2名。妹妹阴沉沉地看着成绩单，
不到2分钟，他就又换了副表情，开始与同桌叫好。同桌家里穷，他暑假就带人去厂里打工。出去时，同桌是完整的，回来他的食指断了6根。开学考结束后，妹妹又成了第一。她看着光荣榜悠悠地说道：“没有手指了，看你怎么答题。”她目光又转向我，姐姐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。她现在的样子很可怕。算了，就凭你这个每次都考6、70的猪脑子，也是想不明白的。你就永远给我当陪衬就行了。妹妹摇着头走了。妹妹刚上高3的第1个月，李老师的电话就打到家里来了。妈妈急匆匆赶到学校，班主任的老公怒气冲冲的要冲过来打妹妹。妈妈赶紧把妹妹护在身后。你女儿把我老婆推倒了，她现在流产了，你女儿是杀人犯。男人双目通红，眼里有包不住的泪。你说话注意点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家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他转头去问妹妹，你干过这事吗？妹妹拼命摇头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好像被吓坏了。我没有，老师是自己摔倒的。你放屁！男人指着妹妹的鼻子大骂道。周围的老师都在劝他，娇娇是个好孩子，学习刻苦又努力，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是呀，是呀，而且他为什么要害他的班主任？他没有理由呀。班主任最喜欢他了，有什么好事都先想着他。在场的人除了男人，每个人都不相信妹妹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事发地也没有监控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妹妹很开心，她高兴地告诉我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。怀孕7个月还要上班，绝对是个穷逼家庭，在这样的家庭降生，只会增加孩子的痛苦。我被惊在了原地。哈哈，骗你的，其实是因为那个婊子居然要请1个月的产假。拜托，我们都要高考了，他知道高考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吗？居然在这么重要的关头请假，真是自私。妹妹还在不停地咒骂班主任，妈妈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而后悄悄凑到我耳边，娇娇真的很聪明，行动能力也很强。这就是聪明吗？我有些不懂。秦娇娇一直顺风顺水地活到了高考结束，理所当然的她考了我们市的理科状元。那天来了好多人采访他们，其中问的最多的就是教育问题。妈妈穿着淡雅的白色旗袍，领口上绣着小花，教育，后天的教育哪里比得上先天的基因？有些孩子一出生就天资聪颖，注定了他以后的成功；有些孩子一出生就是垃圾，是阴沟里的老鼠。他看向了我，我低下了头。采访结束后，李老师告诉我们，学校有一个资助名额，资助人要在我们学校选1个人进行资助。在所有人都以为妹妹会被选中时，资助人选择了我。妹妹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极其可怕。刚一回到家，妹妹就握上我的手，姐姐能把名额让给我吗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有了名额也没用。你放心，我不白拿你的，我和你交换。妹妹要把追求她的那个黄毛介绍给我。那个黄毛5毒俱全，3步一个花手，5步一个电摇。我怯懦地点了点头。妹妹的手从茶几上的烟灰缸移开了，眼里多了几分轻蔑。事事都如她的愿了。她却还不满足，她去找资助人的那天，点燃了窗帘，大火烧了3个小时。她如愿成为孤儿，能被人收养。只是她不知道，资助人只喜欢身体有残疾的孩子。她家的地下室里堆满了没有手脚的孩子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我没有答应把资助名额让出来，妹妹拿烟灰缸砸破了我的头，鲜红的血液从我额头上的大窟窿流出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还没等我抬头，妈妈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我身后，用钓鱼线勒住了我的脖子。妹妹放下了烟灰缸，冷漠地看着我窒息死亡。妈妈和妹妹忙了一晚上，把我剁成小块，放进了冰箱里。妹妹如愿获得资助名额，她与资助人结识，住进了她的家里。我的灵魂一直跟着妹妹的身后。我看到资助人家的地下室里堆满了没有手脚的孩子。我被这个梦吓醒了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。梦太过真实了。第二天，妹妹就向我讨要了资助名额。我注意到她的手一直放在烟灰缸上，和梦中的一模一样。我开始相信那个梦是一种预言。我把名额让给了她。她放火的那天，我刚好去给同学的弟弟补课。临走时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叫妈妈一起去。平安路那边开了一家很好吃的蛋烘糕。我看了眼正在熟睡的妈妈，还是算了，不要打扰她休息了。她昨天看书又看到了深夜。我轻轻关上了门。再次回到家时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和我阴阳相隔了。警察说是因为天气太干燥，不小心失了火。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说法。医院那边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去见爸爸最后一面。我立刻打了辆出租车赶了过去。爸爸躺在病床上，浑身都烧得黑漆漆的。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，他对我来就像是一个扁平的2维生物。他是个傻子，奶奶怕他乱跑被村子里其他人欺负，平时都是把他锁在西屋的。他很少出来，和我们姐妹2个接触的也更少。到了市里，更是被直接锁在了房间里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。因为妹妹说看着这个傻子爸爸就恶心，我心里没有多大波澜，在他的对床坐了会就准备离开，手突然被抓住了。是爸爸。他不停地张嘴，像是在说什么。
我俯下身，将耳朵凑了过去。没有人喜欢我，也没有人喜欢我的秋秋。秋秋考上大学了，要给秋秋礼物。我的手里被塞进几张1块的纸币。他说完，心电图就慢慢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。他吊着一口气，仿佛就是为了对我说这2句话和把这几张纸币给我。真是的，我捏紧了拳头，说不清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。爸爸死了，骨灰装了一坛子。警察告诉我没有找到我妈妈的尸体，她应该还活着，只是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淡漠地点了点头，抱着爸爸的骨灰离开了。路上李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我。他在电话那头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，直接开车过来找我了。李老师把我带回了他家，他老婆做了一桌子菜，热情地招呼我吃。李老师笑的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，也许是想起我刚经历丧亲之痛，这笑容才稍微收敛了些。秋秋，你家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前进，事事都要往前看。李老师客套了几句。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还记得上次来咱们学校的那个资助人吗？他听说了你们家的事，非常同情你们，知道你还活着后，他决定也资助你了。他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，所以决定让你这段时间都住在他家。李老师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乱飞。你可真是走了大运了。我心里一紧，刚想拒绝，门铃声突然在身后响起。你看，人家都直接上门来接你了。李老师笑得连脸上的褶子都被撑平了，陡然变得可怕起来。命运的齿轮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来的人是2个穿着黑衣的保镖，他们一左一右的站在我旁边，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。我装作没有发觉，跟着他们离开了李老师家。楼下停着辆车，保镖为我打开了车门，资助人就坐在里面，他穿着剪裁的合体的西装，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股贵气。我坐了进去，资助人对着司机点了点头，车立刻就启动了。他率先开口了，那天在学校看见你，我就觉得我们有缘分，所以就选了你。特别是你脸上红斑，真的特别独特，我对你的印象很深。可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善良，把资助名额让给了你的妹妹。他眉心蹙了下，而后又舒展开来，但我们的缘分还未尽。我知道你们家的事，放心，你大学4年的费用我都来出。谢谢，我礼貌地回道。车上他一直在安慰我，像一个真正有善心的长辈一样。只有我知道这是假象。车停了，司机立马下车为资助人打开了车门，我也走了下去。资助人站在一旁等着我，他指着前面的别墅问我，漂亮吗？那么多惨死的孩子堆砌起来的房子，能漂亮到哪里去？但面上我还是点了点头。他笑了笑，牵着我的手把我带了进去。张妈，饭菜都准备好了吗？先生都准备好了。张妈毕恭毕敬地回答道，而后开始从厨房里端菜出来。妹妹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了，看到我时，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而后又立马蓄满泪水。姐姐你还活着，真好。要是你也死了，这世界上我一个亲人就没有了。她从楼上匆匆跑下来，中途还差点摔了一跤，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，又揽着我的肩，亲自为我抽开了凳子，让我在饭桌旁坐下，去把蒋瑜接出来吃饭。资助人对着旁边的女佣说了句，女佣点了点头，立刻动身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妹妹揉了揉自己的额角，这是妹妹不高兴的表现，而让妹妹不高兴的人，下场一般都很惨。不到2分钟，女佣就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出来了。她白发粉瞳，精致的像一个洋娃娃，只是左臂和右腿空荡荡的。这是我资助的一个孩子，他有白化病，年幼时又遭遇了车祸，很可怜的。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。资助人又向蒋瑜介绍了我。蒋瑜淡淡的嗯了一声，旁边的妹妹用极低的声音骂了句，装模作样的婊子。我埋头吃饭，应该不会来的第一天就把我弄死吧。资助人吃了2口就来了电话，把他叫出去了。临走时，他告诉了我的房间。妹妹看资助人走了，也没兴趣和我多待，直接上楼去了。饭桌上只剩下我和蒋瑜。给蒋瑜喂饭的女佣不知道是不是癫痫犯了，一直在发抖，碗也掉在了地上，空气瞬间安静。女佣吓得摔在了地上，不停地道歉。蒋瑜突然转头看向了我，你给我喂。她的声音也好听，像珠玉相碰。我思考了2秒，走上前去给她喂饭。一张纸条被不着痕迹地塞进了我的手心。不用喂了，我吃饱了，小年送我回房间吧。地上的女佣马上爬了起来，颤颤巍巍地把蒋瑜推走了。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将纸条打开了，上面写着2个字，快逃。我看过后，将纸条冲进了下水道，更加相信了那个梦。我去了资助人给我安排的房间，关上灯后，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又用手指触碰了下镜子。我的手指和镜子里的手指没有距离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我不动声色地收回了手指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洗漱完毕后，我躺在了床上，床上铺了厚厚几层褥子，很柔软，但我还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这褥子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一直硌着我，我没敢去翻，直觉告诉我它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
谁知道它会不会成为蓝胡子里那枚染血的鸡蛋？一贯的生物钟让我在6点多的时候就醒了。我打开了门，张妈已经开始准备早餐了，几个女佣在打扫卫生。我刚要下楼，背后突然响起蒋瑜的声音：“别走这里！”小年推着她朝我的方向过来了。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为什么？还没等蒋瑜回答，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来了。她穿着真丝睡衣，伸了个懒腰，嗤笑一声：“为什么？因为她心眼坏呗。”妹妹大摇大摆地绕开我们走了下去，只是还没走几步，她就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了下去，整个人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倒在了地上。妹妹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大厅，几个佣人见状赶紧过来把妹妹扶了起来，又联系了家庭医生。蒋瑜带我走了另外一条楼梯，他支开了小年，让我推着他。这里很危险，资助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他小声对我说，如果你不想最终变成我这样，就赶快逃吧。他抬了抬自己的断肢，他知道资助人是个变态，那他刚刚的行为是在救我吗？自己深陷泥潭，还在帮助别人，真是，我来吧。资助人走上了楼，从我手里接过了蒋瑜，我跟在他们后面。你好久没有亲自推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呢。蒋瑜脸上飞起红晕，怎么会，我最喜欢小鱼了。小鱼有没有和新来的姐妹好好相处呀？资助人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，有的。蒋瑜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听着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。妹妹坐在沙发冲我招了招手，我走了过去。她的脚踝肿得像馒头，却只是简单递上了点药，连包扎都没有。妹妹抽噎着抱着我的脖子，模样很可怜，嘴里却是恶毒的话：该死的婊子，早晚弄死你。资助人走了过来，妹妹立马松开了我，她可怜巴巴地把自己的脚伸给资助人看，又伸手要资助人抱。资助人喉结滚动了几下，把妹妹打横抱起，向餐桌走去了。妹妹挑衅地看了看蒋瑜，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猜想。资助人在人为地制造出意外，他想弄残我们，来满足他变态的欲望。整个吃饭的过程，妹妹都像一个无脑的女配，一会要资助人喂，一会又把受伤的脚放在资助人身上。这顿饭吃得尤为辣眼睛。早饭过后，资助人又离开了，妹妹立马收了那副娇憨可爱的样子，喝了2口粥就让佣人送她回房了。随后的几天里，我遭遇了可能致残的各种意外，不知道怎么就倒了的书架，佣人不小心拿手划的花瓶，但是都在蒋瑜的提醒下一一躲开了。只是资助人对我的脸色越来越不好，他看着我完好无缺的四肢，冷冰冰地说了句：“真是个不知感恩的孩子。”他和妹妹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，蒋瑜面色难看的又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：“快带你妹妹走，时间不多了，再留下去，你们都会死。”我销毁了纸条，妹妹突然给我发了条短信，来我房间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去了。妹妹坐在椅子上，惬意地哼着歌，晃着脚丫，她眼都没抬，刺耳的话就涌了出来：“蒋瑜那婊子的话，你可不要相信，也别想着逃跑，他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了。在我们之前，资助人也资助了很多人，可是他们都消失了，不是资助人干的，而是他。他引导受助者发现真相，打开蓝胡子的密室，让他们逃跑，而后又转头告诉资助人，那些在他帮助下没有受一点伤的人，在某个深夜被资助人抛弃了，抛弃的后果很惨的，你想知道吗？”妹妹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：“你那是什么表情？”她笑了起来，指着自己：“这些天我的表现让你觉得我是个无脑的恶毒女配，不断作死，等着被打脸，然后惨死。”她笑得更厉害，几乎要栽倒在床上：“姐姐啊，我只是坏，又不是蠢，我早就知道这里的一切。资助人来我们学校开的那辆车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几百万！我操，他这个变态，他凭什么有这么多钱？我也想要。喜欢的东西就要一定要得到，要不择手段，不行就偷，再不行就抢，即使死了也无所谓。”妹妹坐起了身，她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但我没想到她居然选了你，你也没残疾啊。其实如果你那天没有同意把名额让给我，我会直接杀了你。反正姐姐这么蠢，在这种环境是一定活不下来的，不如让我提前安排了你的结局。不过现在我会试着控制自己的恶意，不会杀你的。她叹了口气，带着高高在上的怜悯，因为我们同病相怜，都是可怜人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很快，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我回了自己房间，这个发展在我的意料之外。不过在梦里，我的确没有看到妹妹的结局，也许她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了。但现在手机里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，是消失了好久的妈妈。这个资助人很危险，你要帮着妹妹，不能让妹妹受到一点伤害，这是你最后的价值了。从未有过的烦躁涌了上来，想把手机砸烂。我深呼了几口气，又拿起桌上的杯子猛灌了几口水。等心情稍微平复一点了，我打字回道：“好的。”傍晚，我下楼时，沙发上只坐了妹妹一个人，没有蒋瑜。资助人坐在她旁边，双手交叠。秦秋秋，你今天白天有去过哪里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我去妹妹房间待了会，就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的。
资助人点了点头，有一个不礼貌的孩子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进入了地下室，现在我要把他找出来，然后好好和他谈谈。资助人语调温柔，面上没有任何怒意。直到小年把蒋瑜推出来了，蒋瑜的衣角沾着一点点血迹，资助人眼神变了变。妹妹抱住了资助人的手臂，蒋瑜人好好呀，我姐姐有好几次要遭遇危险了，都是蒋瑜提醒的。不过家里的佣人太偷懒了，看蒋瑜手脚不方便，连卫生都不好好做。她经常对我说，能在房间里闻到一股臭味，像死老鼠的气味。资助人冷冷地看向蒋瑜，没等蒋瑜反驳，就叫小年把他带下去了。后面的日子再没有见过蒋瑜。资助人说他跟他舅舅离开了。妹妹趴在我耳边，那个臭婊子已经烂在地下室了。资助人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现实版的蓝胡子，你没发现他真正的面目，他还是很愿意维持他的人设的。反之就不行，连一点点苗头都不行。妹妹露出得逞的笑容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资助人突然向我道了歉，对不起，秋秋，这些天冷落你了，都怪蒋瑜，害我以为你是一个不乖的孩子，不愿意变漂亮。哎，差点就错怪你了。为了补偿你，我决定这后天亲自帮你变漂亮。资助人眼里跃动着兴奋的光，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妹妹让我不要担心，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给妈妈发了条短信。2天的时间飞速而过。夜晚，别墅里的佣人都被遣散了，早上6点他们才会重新回到别墅。门外有电锯声响起，开门！资助人喊道。只是没等我回答，他就锯开了门。为什么不喝我给你的果汁呢？本来你可以静静地享受变美的过程。他说的是我睡前，佣人突然递给了我一杯果汁，叫我喝下，我觉得奇怪，就没有喝。资助人狞笑着朝我靠近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炸开了。但他还没走几步，就从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，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。他用手去擦，发现不止嘴里在吐血，鼻子也开始流血了。电锯掉在了地上，他整个人倒在地上，不停痉挛。妹妹从门外走近了，她故作惊讶地看着资助人呀，叔叔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看来我的化学天赋也不错，配的药这么有效果。资助人这时才回过味来了，他嘴巴不停地蠕动，想要说些什么。妹妹稍稍凑近了点呀，您说要把全部财产都留给我，真是谢谢啊。他俏皮地冲资助人眨了眨眼。资助人气急，竟然真的撑着站了起来，要扑打妹妹。只是还没靠近他，一枚子弹破空射入了资助人的胸膛。资助人倒在地上，彻底不动了。妹妹扭头去看来人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妹妹的脸垮了下去，肉眼可见的不高兴起来。妈妈收起手中的枪，一脸担心的跑过来看妹妹的情况，看到妹妹毫发无损后，才松了口气。秦秋秋说你有危险，妈妈实在担心你就来了。妹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蠢货。一切都按妹妹计划的走了，资助人死了，医院给出死因是猝死，把妹妹摘了出去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妈妈的帮助。她临死之前自愿把财产都留给了妹妹，她是个白手起家的富商，父母早亡，其实是没什么势力的。但这凭妹妹一个人就办到了。妹妹坐在车上，颇有些无语地看着我，我还收买了别墅里的一些人，就像蒋瑜身边的小年，蒋瑜经常打骂他，你没发现他给蒋瑜喂饭的时候都在发抖吗？人真的太好收买了。那你也是计算好时间给资助人下药的啊？那倒没有，纯属你运气好，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，毒发时间倒真不好控制。妈妈把我们带到了郊区的一个房子，很偏僻。妹妹瘫在沙发上，望着纯白的天花板，突然问了我句，你觉得我赢了吗？她拿到了资助名额，搞死了蒋瑜，也反杀了资助人，顺利的拿到了他的财产，应该是赢了吧？我点了点头。妹妹叹了口气，不对，我是输了。你猜我为什么放火？成为孤儿，顺利进入资助人家，也是一部分的原因，但真正的原因是我想杀了妈妈。她对上我的目光，一脸认真的说道。看到妈妈进屋后，她就闭了嘴，回她自己房间了。妈妈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就叫喊着让我滚远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妈妈每天都很忙，她不停地接打电话，笑意盈盈的。直到她开始带一些衣着华丽的叔叔阿姨频繁地进入妹妹的房间。妈妈带人来的时候，总会叫我躲在房间里不要出来，但人总会有好奇心的。我悄悄靠近了妹妹的房间，将耳朵贴在了门上。娇娇把衣服脱了，你看这皮肤多好，一点痘印都没有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基因决定的，有些人的皮肤爱出油，爱长痘，我们这项技术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。而且他能从那么危险的环境中逃脱出来，达成自己的目标，表明他的行动力和智商也是超群的，也足以说明基因编辑技术的成功。希望您能好好考虑，这项技术真的可以带给您一个完美的宝宝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们朝门口走来了，我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。这次来的是贵客，妈妈亲自开车接送。我跑去看妹妹，她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地上，喃喃着，我要杀了她，我要杀了她。她转动眼珠，朝我看来过来，露齿一笑，瞧你那一脸蠢样，
该不会还以为咱妈是杀人犯子拐来的倒霉小姑娘吧？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只是一个运行的程序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恶意，它就像是写进我生命里的代码。给你说几个关键词，你自己琢磨去吧。基因编辑，新生儿，科学狂人，买卖交易。他叹了口气，颇为无奈地说道：姐姐，像你这样不带脑子生活，一定很轻松吧？其实也不轻松，就像我知道他要杀妈妈后，就一定会为自己准备后路，出国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提前为妹妹找好了出路，是一份高薪的工作，对方还包接。我告诉对方，我妹妹是高知分子，理科特别好，妈妈是生物学博士。对方一听特别高兴，生物好，那医学肯定好，帮人做个小小的器官摘除手术肯定能行。理科好，肯定懂电脑，编个程序什么的肯定也不在话下。我将妹妹的资料发给了对方，还在从旁协助。妹妹终于相信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不是欧洲，而是缅甸。万事俱备，只差妈妈的死亡了。妹妹开始对妈妈转变了态度，周一邀请妈妈去爬山，周二求妈妈带她潜水，但妈妈都完好的回来了。妹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我悄悄去看过，她正在画画，应该是想转移注意力，放松一下心情。晚上，妈妈破天荒的来了我房间，送了我一幅画，说是给我的礼物。这是妈妈第一次给我送礼物，是一幅星空画。可惜我没有艺术细胞，欣赏不了这个。我将画转送给了妹妹，妹妹看都没看就把画扔进了垃圾桶。也是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颜料画出的画，垃圾桶才是她真正的归宿。妈妈很谨慎，但她还是死了。她是被妹妹用钓鱼线勒死的。妹妹朝妈妈吐了2口唾沫，该死的老东西，就该直接拿刀把你剁了，不搞那些花样，还是直接用手杀人方便呀，就跟小时候我捂死奶奶的时候一样。她说完，把钓鱼线往兜里一揣，就往外跑去。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这个故事终于要落下帷幕了。妈妈突然抱住了我的腿，她还没死。妈妈拼命咳嗽，按住自己出血的脖子，快去追你妹妹，快去找她。我没有动，生平第一次用冷漠的眼神看她。妈妈怒了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怎么敢不听我的话的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失败品，彻头彻尾的失败品，如果不是我心善，早就把你拉到焚化炉里烧掉了。蠢猪，贱人！妈妈，我为什么是失败品呢？我蹲下身子，平静地看着她。就因为我不像妹妹那样锋芒毕露吗？就因为我脸上的斑？你不觉得隐忍和稍微有点同理心也是美好的品德吗？我摸了摸妈妈的发丝，小时候有段时间，我一直以为妈妈是奶奶拐卖来的，我很恨奶奶，觉得你不爱我，打骂我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我一直想帮助你逃跑，但我知道这种逃跑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，不然被抓回来了会生不如死的。我必须有100%的把握。我一直等待着机会，后来妹妹长大了，我终于看到了机会，我可以利用她。妹妹很坏，但需要一个契机激发出她的恶意。听说变态小时候都有一段虐待动物的经历，我不忍心杀猫猫狗狗，杀鸡也是一样吧。我握着妹妹的手，教她将活鸡虐杀，果然晚上她就忍不住了，弄死了奶奶。不过那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，许多事都没有考虑周全，计划还是比较粗糙的。比如我怎么能控制妹妹选择杀谁呢？不过结果总归是好的。妈妈瞪大了眼睛，像一条濒死的鱼。后来妈妈教给我的那些知识，我都能明白了。月考的时候，那些题我全都会。做完后，我粗略估计了一下分数，是完全超过妹妹。但你知道的，妹妹善妒又吓人，所以我一直在控分，每次都考60-70。如果我真的是妈妈口中的蠢猪、失败品，又怎么会活到今天呢？妈妈应该再对我耐心一点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又扬起笑容，俏皮地冲妈妈眨眨眼睛，起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。我整了容，换了新身份，去了一个临海的小城市生活。现在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。下课后，我收拾了东西，准备回办公室。一个男生一直跟着我身后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也不回答我，只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然后用手揉了揉自己的额角，跑开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眼皮开始不停地跳。你在这愣着干什么？下午吃什么呀？同事拍了拍我的肩，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你在看张旭？那孩子休学回来之后一直很奇怪，以前成绩在班上只是中下水平，回来之后居然考了全班第一。他神神秘秘地凑到我耳边，听说他爸爸在缅甸那边做生意，张旭心脏不好，他爸就给他换了一个学霸的心脏。那个学霸可牛了，听说还是个理科状元，妈妈是生物学博士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